大家好，我是雷文，今天给大家带来《异形战机2》的通关流程。前些天我录了 PCE 上的《异形战机1》，这个1和2不是指1代和2代，之前也介绍过。PCE 的这个版本是街机版初代异形战机高度还原的移植版。不过由于日版当时用的 HuCard 容量不够，所以把街机原版游戏的内容拆成了2个部分分开来发售。异形战机1是前半部分，内容是第1到第4关，今天是原版的后半部分5到8关的内容。发行的时间要晚了2个多月。刚才在开头输入了一串密码，这个密码是在前半部分的内容通关后获得的。输入密码后可以保持之前的武器升级状态开始游戏，这样就是一个连贯的游戏体验。另外 PCE 上除了最早的这个日版，89年在美版主机 TurboGrafx-16 上还推出了美版的异形战机。得益于卡片容量的增加，美版直接是包含了8个关卡的完全体，统计上算是另一款游戏。在1991年，艾瑞姆又在 PCE 上发布了一个 Super CD-ROM 的光盘版。再来回顾一下武器系统，子弹是可以连续发射，也可以蓄力攻击。根据下方积蓄能量槽的长度，蓄力攻击的威力是普通攻击的2倍到16倍。有3种颜色的激光晶体道具，对应的是3种武器类型。现在用的是红色的对空激光，2对破坏性光束朝前方发射，直线的攻击力是最高的。另外2种武器是蓝色的反射激光和黄色的对地激光。到了这一关的 BOSS 战，这一关 BOSS 的名字叫贝尔马特。本关的主题是一个巢穴。接着把武器系统讲完，武器的威力最高可以提升到3级，现在已经是最高等级了。飞机前方橙色的球体是原力球，或者叫动力舱，可以用来防御敌人大部分的子弹，接触敌人后也可以用来攻击，攻防一体。还可以将动力舱发射出去，收回后放置在飞船的前方或者是后方。飞船的上下2侧的辅助的橙色小球作用类似，但不能发射出去，最多同时拥有2个。另外的辅助武器就是前方发射的2枚跟踪的制导导弹。现在的主武器已经切换成了蓝色的对空激光，这种激光虽然攻击力不高，但在遇到墙壁后有反射效果，很适合这一关的地形。现在这个第6关的主题场景是输送系统，这一关的难度还是比较大，主要的难点是有很多的初见杀。反正我在玩的时候感觉是要打很多遍，要背板，要很熟练的背板才能够通过。在这里上方不断的有敌人落下来，如果不管它的话，很快屏幕上就会堆满敌人，有大量的黄色容器的这种敌人。飞船的走位要结合这些容器运动的轨迹，还得把握好移动的时机。这里等最后一个黄色容器下去之后，然后把飞船移动到和下方的横杆平行的位置。黄色的运输容器只在它的一侧有弱点，就是闪着光的红色的这一侧，攻击其他的地方是没有用的。画面停止滚动之后，就相当于来到了 BOSS 战。飞船的站位很重要，充分利用圆球的位置和敌人的弱点接触，然后再结合蓄力攻击，一定得把朝右边来的这些黄色的容器都给消灭掉。如果不打掉它们的话，活动空间很快就会被它们挤满。敌人的弱点还有朝向左边和朝向右边2种，根据朝向的不同调整飞船的一个位置。打完之后，这关的 BOSS 战还没有结束，画面又继续向右滚动了，让飞船顶在画面的最右侧。现在 BOSS 上面这一部分的身体攻击它是没有用的，得攻击这个 BOSS 的弱点。画面右上方的这个位置是一个安全位，在这里等 BOSS 的弱点露出来将它消灭。第7关腐败都市，我感觉这一关是整个游戏里难度最大的一关了。难点呢和上一关又不一样了，敌人非常的多啊。合理的使用原力球很关键，什么时候发射，什么时候把球体放在前面，什么时候放在后面，
把武器又切换成了蓝色的反射激光。这关除了敌人之外，在墙壁上还有很多的炸弹，用这种反射激光来打的话，可以提前把炸弹清除掉。在没有清除的情况下冲过去是会引爆周围的炸弹的。游戏的关卡设计还是相当的经典，不同的关卡有不同的侧重点，像是上一个关卡需要背板，这里又是考验使用武器系统的策略，也有考验玩家反应速度的。这和后来流行的单纯的弹幕类型的射击还是有很不一样的体验。像我现在年纪大了之后，玩一些比较依赖反应速度的游戏，像刚才提到的弹幕类型，还有那种第一人称的 FPS， 再就是格斗游戏，反应速度明显是不行了，而且时间稍微久一点就感觉很累。刚才的声音是得到一条奖命，把这个机器人干掉就进入到了 BOSS 战。这一关的 BOSS 叫布朗克，这个 BOSS 的攻击手段是从上方的排泄口扔垃圾，在两个垃圾口之间是相对的安全位置，但如果下方出现了监视器，不动的话就会比较危险，所以尽量把下方的监视器给干掉。BOSS 的弱点是他时不时伸出来的中间蓝色的部分。现在的武器蓝色的反射激光清理一些杂兵还可以，但攻击力太弱了，对付 BOSS 就得多打几轮了。好，干掉，还剩下最后一关。最后一关是拜多帝国的星球，这一关的场景很单一，上下两边有像婴儿一样的敌人不断的冲过来，名字叫米昆，看着过来的速度还很快，但实际上威胁不是很大。依靠上下两边的两个圆球，大部分的都可以防御住。但如果是在这里挂掉，武器没有升级的话，难度就比较大了。这关和第3关一样，如果挂掉是没有中继点的，需要从这一关的开头重新开始。屏幕里到处游走的蓝色漩涡才是最大的威胁，得离它远一点。这个漩涡是没有办法消灭掉的。好，见到了最终 BOSS 拜多。BOSS 的弱点在他头上的红色部分，一般情况下是打不到的。这里可以利用 BGM 来卡点，在 BGM 开始循环的时候 ，BOSS 的中间就会打开。就是现在了，将原力球扔出去，在他脑袋上不停地转。这个时候的站位很关键，在屏幕的最左边可以很好的躲开第2个漩涡。现在站的这个位置也不是绝对安全的，要注意观察第2个漩涡，有一些运气的成分。第3个漩涡也出来了，看来运气还不错，这样大 BOSS 拜多就被干掉了。好，这款 PC 意义上的《异形战记2》的通关流程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，感谢各位的收看，咱们下个游戏再见。